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我是一彩，和你一起了解生活，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一看就很贵的女人。日常生活中往往都会有这些表现，你也可以。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表面上看起来都差不多，但实际上每个人的命运都有自己的轨迹和安排。尽管如此，在这个命运的轨迹之下，我们还是有能力对自己的生活做一些小小的调整和改变。这正是古人所说的命运7分天定，3分人为。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违背自然规律，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但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们可以尽最大可能去争取和实现自己想要的生活。一些看起来非常有气质、非常高贵的女人，她们并不一定都是出生在富裕的家庭，天生就拥有许多财富。实际上，很多女人的高贵气质是通过后天的努力和培养得来的。有些人认为，女人的高贵气质主要体现在她们的穿着打扮上，然而这种看法其实是不正确的。真正的高贵气质并不在于外表的华丽和物质的拥有，也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炫耀自己的态度。外表的美丽和物质的财富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和消失，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更加迷人和珍贵的是女人的内在修养和气质。这种内在的美和气质是通过不断学习、经历和自我提升而逐渐积累起来的。一看就很贵的女人，日常生活中都有这4个表现，做到5点，你也会变得高贵。1. 体态优雅，谈吐大方。在古代，那些大家族的女人非常注重自己的妇容。所谓妇容，其实就是指女人的外表和行为举止。一个女人的仪态，最重要的是要显得端庄、整洁和得体，不过分追求外表的华丽和虚荣心的满足。我们公司里有一个财务总监张姐，她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但曾经在海外留学多年，现在在我们公司担任高级管理职位。起初我对她的印象并不太好，心里甚至有点偏见，觉得她只是个镀金的人，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然而当我真正开始了解她之后，我才发现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张姐说话时带有一种播音腔，这可能是因为她以前学过朗诵以及与声音有关的艺术。她的声音很有力量，听起来让人感到振奋。不过当你和她交谈时，你会发现她并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反而非常真诚。她平时说话也很接地气，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让人很想和她亲近。但是一旦张姐站到台上，她就会变得非常有气场，用她的专业能力轻松地说服在场的每一个人。她身上有一种独特的能量，让人感到非常舒服，你会很崇拜她，但又不会感到嫉妒。她就像是那种在健康家庭中成长的孩子，既有能力，又不会让人感到不舒服。这种女人是我非常羡慕的，她们能力出众，无论走到哪里都很有贵气。可见从细节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味。如果一个女人到了中年依然能够保持优雅的体态，这往往意味着她在生活中非常自律。她会坚持锻炼，注意饮食，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一个人的谈吐也能够反映出她的内心世界。俗话说，口是心的门户，你说出的话往往能体现出你是什么样的人。一个女人如果能够谈吐大方得体，那么她给人的感觉一定是充满智慧和修养的。那些体态优雅、谈吐大方的女人，自然会给人一种有文化、有层次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贵气。2. 坚持读书，情绪稳定。浓浓的书卷气也是女人贵气的所在。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去行万里路的，可是读万卷书，只要你想，
大部分人都可以做得到。蔡康永曾说，读书就是在一切已知之外，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读书无疑是改变命运最好的方式，会给予我们人生的底气。小小浮浪人的作者小小，在父亲去世后，做过网吧收银员、电话销售、快递客服、行政打杂等10几份工作，还发过小广告，被骗进过传销组织。尽管小小当时没有清晰的认知，但他意识到这是一种机械麻木的生活。在工作中，他仅被当作工具，无法吸收任何有价值的知识。在人际交往中，他感觉自己可有可无。2011年，18岁的小小通过做客服时认识的一位上海网友，接触到了成人自考。这位网友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尽管没有上过大学，但讲话很有逻辑。他建议小小继续接受教育，并了解成人高考。小小平时没有太多兴趣爱好，看书和备考成了他工作外唯一的娱乐活动。他记忆力很好，能够背下每本书近80%的内容。大部分自考考生的目标是60分，但小小每次都争取考到80、90分，因为他内心有股超强的驱动力，一旦开始做某件事，就想把它做好。2015年，小小终于拿到了北京大学心理学本科学位，这4年正好是同龄人上大学的时间。他也从社会大学毕业，进入了互联网行业工作。在一次活动中，一位设计师女孩建议小小申请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的硕士学位。小小当晚就在官网仔细研读了所有专业的信息和录取要求，并决定申请。一个周末的早上，小小收到了通知，他终于又要上学了。对他来说，能上学本身就是更好的生活。在香港读研期间，小小深深觉得1年的校园生活太短暂，于是动了继续读博的念头。他求助于硕士期间的一位导师，反复修改研究计划，并在申请博士的早期提交了所有材料。几个月后，小小又一次收到香港理工大学的面试邀请。尽管面试表现不佳，他没有抱太大期望，想着如果这次没通过，来年继续申请。但命运再次眷顾了他。有一天，他收到学校发来的邮件，说有一位 M 教授愿意做他的临时导师，并且他获得了每月18000港币的奖学金。开学后，他才知道M 教授是香港地区乃至全世界屈指可数的优秀学者。小小从辍学打工到香港读研读博，去芬兰访问，通过读书，他一步步走向了更大的世界。读书是治愈一切的良药，也是一场心灵上的洗礼。当一个人的心灵坚定，那么他的举手投足间便有了目标与方向。与书为伴的人，往往情绪更为稳定。就像穿着一层防护衣，无论外界的风雨多大，他们都能护全自己的底线和原则。3. 享受孤独，有所热爱。夏目友人帐中写道，我必须承认，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孤独的，努力成长是在孤独中可以做的最好的事。我们一路匆匆而行，年轻时的喧嚣与欢腾往往不以为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难以遇见与自己灵魂相契的伙伴。然而这并不值得遗憾，能够品味孤独，同样是一种珍贵的体验。独自一人，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怀旧的旋律，宁静平和，不张扬，心灵自由，生活从容。我认识一位非常有趣的已婚女士，大家都叫她王姐。她的丈夫一直在外地工作，通常情况下，她每周只能回来1次。尽管如此，王姐一个人的生活却过得非常充实和快乐。白天，王姐要去上班，工作结束后，她安排得满满的。她报名参加了几个兴趣班，每周2和周4晚上她会去学习画画，周5和周6晚上则去学习插花。其余的空闲时间，
她会去家附近的健身房练习瑜伽。每当有人问她是否感到孤独时，她总是笑着说，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节奏，甚至觉得如果老公每天都在身边，就会觉得有些压抑。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夫妻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长期分居。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女人比男人更敏感、更脆弱，会觉得一个人生活太冷清，身边没有人照顾和陪伴。然而，王姐却向我们说明，一个女人学会独处是多么重要。与此同时，我还知道另一位女士，刘姐，她和王姐的情况截然相反。刘姐和她的丈夫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他们白天见面，晚上回家后也几乎时时刻刻在一起。每当她丈夫出去应酬或出差，刘姐就会感到非常不适应，仿佛失去了依靠。她无法忍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甚至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其实，在婚姻生活中，即使有了丈夫，一个女人还是需要学会独立。只有当你能够和自己和谐相处，才能更好地处理夫妻之间那种看似亲密无间，实则需要适当距离的关系。学会独处，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在独处时，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去追寻内心的热爱，生活因此变得充实，无暇顾及其他。当内心充盈时，每一天都很美好。4. 通透自律，实现自我。杨绛说，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拥有高贵气质的女人，通常都是通透而自律的。她早已洞察了这个世界的复杂人际关系，能够置身事外，不沾染一丝尘埃。通过自律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换取自己渴望的幸福。他们深知，越是能够控制自我，就越能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人生的意义在于认识自己，接受自己。当所有的繁华散尽，一切回归到最朴素的本质，你无需模仿他人的生活，也不必追求他人眼中的幸福，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成为自己渴望成为的人。奥斯卡最佳短片《邻居的窗》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对中年夫妻结婚多年，生活变得平淡无奇，他们之间的激情早已被日常琐事消磨殆尽。一天，妻子偶然透过自家的窗户，看到对面邻居小两口总是恩爱甜蜜，缠绵悱恻。相比之下，自家的柴米油盐和琐碎生活让他感到心情苦闷。直到有一天，妻子在街上偶遇邻居女孩，才得知原来邻居女孩的丈夫得了绝症。他们为了珍惜所剩不多的时间，才不顾一切地用力相爱。女孩哽咽着说，我丈夫病重，我经常看到你们一家其乐融融，一起做饭，给宝宝喂奶。妻子听了感到非常惊讶，原来自己一直困于其中的烦恼，竟是别人奢望而不得的幸福。妻子回到家里，看着3个可爱的孩子和顾家的丈夫，虽然生活平淡，却充满了幸福。她意识到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忽略了最平常但真实的快乐。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向往着诗和远方，却往往只看到了眼前的苟且。我们偏于抑郁，自寻烦恼，却忽视了身边最平常最真实的快乐。具备高贵气质的女人，眼中有光芒，心中有希望，有着自己的坚定信念和追求。高贵的女人，即使在平静中述说岁月的宁静美好，也别有一番风味在心头。她具备独立的能力，即使独自一人面对变幻莫测的人生和纷繁复杂的琐事，也不会被压垮。5. 做到以下5点，成为贵气女人。1. 不管多忙，都会花时间打扮自己。作为女人，3分靠长相，7分靠打扮。女人天生就拥有美丽的潜质，但如果不主动展现出来，别人就无法发现。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女人脸上沾满污垢，头发蓬乱，
穿着过于随便的衣服，那么无论怎么看，她都很难与美女这个词联系在一起。而一个真正高贵的女人，总是散发出一种自信的气质，无论何时何地，她总是显得自信满满。她的自信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她的打扮，每天出门前，她都会画上淡淡的妆容，这样可以掩饰掉脸上的忧愁和疲惫。适当的打扮不仅能提高别人对她的关注，还能让她自己感觉更加美好。当别人投来羡慕的目光，说着赞美的话语时，她会更加坚信自己的美丽，内心也会因此充满力量。相反，那些生活邋遢的女人，往往与高贵无缘，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仅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别人的尊重。即使你工作再忙，家务再多，也要抽出时间来打扮自己，不要因为舍不得花钱，舍不得吃穿，甚至舍不得买一盒化妆品，而忽略了对自己外表的投资。2. 管好自己的嘴，越安静越高贵。周国平说，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浮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高贵的女人有一种静气，保持安静，耐心地倾听他人的话语，仔细观察他人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对别人的欣赏和肯定。许多女人由于长期习惯了3个女人一台戏的热闹场面，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喋喋不休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对他人进行品头论足，这种习惯往往会引起他人的反感。女人应该学会出言有尺，学会控制自己的言行，避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也不让他人感到烦恼。特别是在与家人相处时，更应该以和颜悦色的态度交流，遇到问题时多进行商量，通过沟通来解决矛盾。那些无法控制自己言行，总是乱说话的女人，往往非常低级，就像那些在街头大声争吵、辱骂他人的泼妇，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气势汹汹，但实际上人们总是会避之不及。3. 干干净净做人，表里如一。孟德斯鸠说，美必须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在形象上如此，在内心中更是如此。一个女人是否注重清洁和整洁，往往可以通过观察她的丈夫的穿着打扮，以及她的孩子的外表形象来判断。家人们外出时的仪容仪表，实际上反映了女主人在家庭中的勤劳程度。在大多数家庭中，男人的主要职责通常是外出工作赚钱，而女人则承担起照顾家庭、教育子女以及处理家务琐事的责任。当夫妻双方能够明确分工并相互协作时，家庭的氛围和经济状况往往会逐渐变得繁荣和兴旺。相反，如果一个女人不注重家庭的清洁和整洁，家中总是显得杂乱无章，那么这样的家庭环境会逐渐走向衰败。当家人结束一天的工作或学习，回到一个到处都是灰尘、杂乱无序的家中时，他们的心情往往会变得沮丧，疲惫感也会因此而加剧。一个高贵的女人并不仅仅是在外表上保持干净整洁，更重要的是她的内心世界也同样纯净无瑕。她会以正直的态度待人处事，不说粗俗的话语，不背后算计他人，不言而无信，也不以捉弄他人为乐。她总是以积极乐观的心态看待事物，常常心存善念，乐于助人。善良和真诚是内心纯净的重要标志。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心，都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因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4. 不管嫁给谁，都要靠自己。在我的老家，很多父母经常会说，如果生个女儿，只要她能嫁给一个有钱人，那么她未来的生活就会变得轻松很多。有些父母甚至把女儿看作是一种可以带来财富的摇钱树，在女儿相亲的时候，就会灌输一种一定要找一个有钱人的想法。这些父母普遍认为，
如果一个女人能够嫁入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那么她就有了最坚实的依靠。但实际上，女人应该学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女人更应该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而不是仅仅依赖别人来生活。在当今这个男女平等的社会，女人完全没有必要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虽然赚钱的能力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很强，但是努力赚钱的过程本身就很美好。女人要明白，就像再美丽的玫瑰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依赖别人的生活也不可能永远美好。只有学会自己去创造和努力，才能像亲手种植玫瑰一样，让美丽的花朵年年盛开，花期更长久。学会自己赚钱，就像是在为自己播种玫瑰花，这样可以让自己的魅力永远绽放。5. 要有自己的界限，学会说不。从小到大，我们就被教导要关心他人，为别人付出，要学会爱自己的父母、孩子、丈夫和朋友。这种传统的观念让许多女人习惯了以满足他人的方式来生活，习惯了去爱别人。在他们的人生字典里，似乎总是缺少了爱自己这个词。人们常常把爱自己误解为自私或自我中心，把它看作是一个负面的词汇。因此，我们逐渐在这样的观念中不断牺牲自己，不断为别人付出，主动地忽略了自己，遗忘了自己。曾经在奇葩说的一期节目中，有一个辩题是，如果能为孩子一键定制完美人生，你要定制吗？其中有一个参赛者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如果在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的关键词就被设置为争气，从此优秀就是我人生中唯一的目标，天资也不高，谁累谁知道。我早婚早育，特别早结婚，因为我必须得按照妈妈定好的谱写我的人生。我变成现在的我妈特别高兴，她按照母亲定制的完美人生走到现在。最高兴的是她妈妈，却不是她自己。这就是一种以爱为名的控制，试图控制另一个人的人生。这样的为你好实际上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绑架。高贵的女人不会一味地只为别人而活，只在乎别人的感受，她会为自己做出选择决定，并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的后果负责任，掌握自己的生活。正如梁文道曾说，女人一定要有让自己过好日子的能力，一定要有别人拿不走的东西，这很重要。当然，是否要成为一个贵气的女人，决定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富养自己的心情，将生活当作一场独特的体验。无论你做出何种选择，都将会有所收获，也难免会有遗憾。重要的是把握当下，做到无怨无悔。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或者看后有所醒悟，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